柬埔寨你要買任何的東西，價格USD 才會有那個柬幣。我身為馬來西亞人去到柬埔寨，我其實挺自豪的。我就說我們是來自馬來西亞的，他就說那個幫我們擺平了征戰的國家。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我們這一集的妹妹 Talk， 我是拉斯達妹妹，我是眼力現金。那今天呢，我們要談什麼？我們要談旅遊的國家。今年呢，我們就知道馬來西亞是東盟輪值主席國嘛，對，我們很自豪啊。對，所以今天我們就談一下東盟國家。我去過的東盟國家，去旅行的話呢，馬來西亞，然後去過新加坡，應該是大家都有去過吧？我沒有去過，哎，真的啊？真的，因為新幣有點太貴，但是未來可能有機會去啦。OK， 我帶你去看演唱會。好啊，那個比較印尼我去過，泰國有去過，菲律賓有去過，越南有去過，那邊買很多都東了，懂嗎？柬埔寨有誰會去？我咯。哦，你會去啊？為什麼你會選去柬埔寨？到底有什麼東西啊？因為我們每次就聽那個柬埔寨會怕賣豬仔，所以他去之前我都跟他講，你記得要發你的那個照片啊，你記得要發你的那個 location 在那裡啊，可能我要做一些報道之類的，要報警之類的，要幫助他，所以你可以講一下你的經驗嗎？其實我一直都對這個國家挺有感覺的。其實我不只是對這個國家有感覺，我對那些你們不太想去的國家都很有感覺。你下一個應該是寮國，我下一個應該想要去印度。印度不在東盟啦。對啦，但是當我想要去一些的國家，我的親戚朋友都會很震撼，就覺得為什麼那些發達國家你不去，偏偏要去那些他們覺得很落後或者是一些很恐怖的國家。其中一個就是尼泊爾跟印度是兩個我蠻想去的國家。那我們來講講這個柬埔寨，畢竟這是一個我去過的國家。他們就講什麼會有很多的詐騙吶，然後有很多的賣豬仔啦，然後人口販賣啦，等等等等。坦白說，其實我多多少少也會被大家所傳講的柬埔寨會有一些的懼怕，因為其實我也沒有去過那個國家。如果你說越南啊，或者是印度尼西亞啊，或者是泰國，我們相對來說其實挺熟悉的，因為就算你真的沒有去過這三個國家，你在馬來西亞也一定會吃過他們的食物。對。但是你不會吃過柬埔寨餐吧？目前我都沒有遇過柬埔寨的餐廳。對，所以我也沒有遇過，所以其實我也抱着很好奇，但是也有一些的忐忑去到柬埔寨。那為什麼我會去柬埔寨呢？主要其實是因為我自己本身這個教會，然後他們會有一些的社區活動在那裡，那他們也有資助那邊的學生。其實我們這次去柬埔寨的整個旅程是相對安全的，還一舉兩得，一邊可以知道那當地人這是怎樣生活，同時呢也可以做善事吧。對，這也是主要我想去這個地方的原因啦。我跟你們說，剛好我去到的時候，他們剛剛換了新的機場，就是從舊機場換去了新機場。那個機場超級的漂亮，很美，可能比馬來西亞的機場還美吧。就是金光閃閃的，你知道嗎？就他們很多的那個顏色都是金色的。我的第一個印象就是它不是一個很落後、很爛的國家，所以一下飛機的時候，其實對柬埔寨的印象都挺好的。那我去一個地方，我最在意的是什麼？它的語言。我覺得如果是語言不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麻煩。所以到現在我都沒有去過日本，我沒有去過韓國那些地方，因為我覺得我要做更多的功課。所以如果是在柬埔寨的話，它的那些語言要怎麼去處理？其實我去柬埔寨的話，我主要去兩個城市。第一個呢是去金邊，就是他們的首都。第二個呢就是他們的旅遊景點 Angkor Wat。那這兩個地方有很大的區別。金邊呢，一些比較小的店，或者是不是那種特別大的那種超市，我跟他的動作都是指手畫腳。I want this, how much?
How much？ How much？ 就是我要用我的肢體語言告訴他我們自己的那個手語。對，然後一個比較特別的東西是在我去柬埔寨之前呢，我的朋友們都說，其實你不用換柬幣，你換美金就可以了。很多的旅遊地點都收這個 USD 吧？越南它也有收 USD，但是它不會像柬埔寨那麼通用。為什麼那麼說呢？柬埔寨你要買任何的東西，你去看那個價格哦，它會有 USD，才會有那個柬幣。那個 USD 是很大個的，但是那個柬幣的那個數字哦是很小的。但我們在馬來西亞的話，我們的 RM 一定很大的嘛。對對對對啊，所以這個是有讓我驚訝的。還有另外一個東西是，如果我們是用 USD 買東西，他會還給我的是柬幣，他不會還給我 USD。就是他們會 prefer 收 USD，然後把那個柬幣給你，就是你去旅遊的時候可以 take note 的東西啊。這個是在所有的地方，或是在旅遊景點吧？沒有，所有的地方。所有的地方，包括那些比較鄉下的地方也是這樣。對對對。但是如果你買的東西很便宜，比如說我買一個小小的櫃，可能500柬幣吧，我給他 USD， 但是他沒有錢找我，然後他就會問我有沒有柬幣，但那時候我真的是沒有，那他就會去旁邊的其他檔口換錢，然後給回我柬幣，這樣子。整個旅程來說，我覺得柬埔寨最美的東西就是他們的天空。我去柬埔寨大概1個禮拜，我每天抬頭看他們的天空，我都覺得非常藍啊，好藍好美。然後我就一直講，然後到底真的是外國的月亮比較圓，外國的天空比較藍嗎？但是我聽我的朋友說，其實他們比較少高樓大廈。所以我們比較有多的機會或者是機遇可以看到很美的天空。其實很多地方的天空，很多地方的雲也是不一樣的。我們就是要走出我們的國家，不是因為我們不愛我們的國家，而是我們要看別的國家的那個情況有什麼不一樣USD 可以用在那個柬埔寨。我去過越南呢，他們可以用我們的錢幣，他們用我們的 RM。其實很多馬來人會去越南，為什麼你懂嗎？有一個地方就叫 Malaysian Street， 買baju kurung啊，買那個頭巾啊，就是我們穆斯林女性的一些用品。如果要做baju kurung啊，可以馬上你選那個布，24小時裡面縫給你。哇，然後很有效率耶。對，如果你不方便去拿，還可以送去你的酒店。哇服務非常周到。最讓我驚訝的一個地方就是全程講馬來文，越南人講馬來文非常流利，而且吉蘭丹話的那種馬來文。他們可以講普通的馬來文，他們也可以講吉蘭丹話的那個 dialect。蠻特別的嘞。下一次如果我想要去買馬來服裝的話，我覺得我可以去看看。對對，在hồ chí minh那邊。OK，好。其實講到語言，我在柬埔寨的時候，就是遇到他們不太會說英文，但是在另外一個地區，就是 Angkor Wat， 它算是一個非常多外國人的一個地方。基本上你隨街你都可以跟他說英文。路邊的那些賣食物的一些安迪安哥啊，他們是柬埔寨人，那基本上他們簡單的英文他們都聽得懂，會比較。是他們有受過英文教育？我不太確定他們會不會有受過英文教育，但是我確定的東西是可能因為在那個地方很多的外國人會去旅行，因為那個 Angkor Wat 就是主要柬埔寨的歷史，他們的國王建的那個國啊廟啊，全部基本上都是在那個 Angkor Wat，所以那邊有留下了很多的歷史文化啊，所以很多的外國人會去到那邊去了解當地的文化。當然因为外國人嘛，所以英文就會比較通用，但是確實他們柬埔寨人其實很注重英文。我記得我去到一個小村落，真的是資源很缺乏，但是我看到一個 NGO， 他們是主要幫助一些 rural area， 就是村落的小朋友，他們怎麼樣去學英文，然後教他們英文，是免費的，也是一個主要讓他們能脫離那個鄉村生活的一個方式了。因為畢竟如果你會英文的話，去到大城市工作的幾率也比較大一些些。那如果我現在要去柬埔寨的話，你會建議我去哪一個地方？我其實覺得柬埔寨這個地方我有一點遺憾，因為我沒有去到他們的那個博物館。所以你比較喜歡向往那種博物館的旅遊景點？也不是，主要是因為呢，柬埔寨曾經經歷過一個很黑暗的時段，就是紅色高棉。那個時候的政策就是要廝殺全部的知識分子，就是只要你會讀書，你都會被殺。
你們大家可以去上網找查一下這個歷史。這個是在大概幾年的非常好，我不知道。所以主要我想要去那個博物館是去了解這個歷史，因為我身邊的朋友有一些他去過那些的博物館，他說裡面資料就是他也有翻譯，有華文的，有英文的，其他語言我不太確定，但是就是很清晰的去訴說整個歷史啊。因為行程太趕了，因為我也要去探訪一些的家庭，然後同時又有要去那個 Angkor Wat， 所以我只能夠取捨。所以下一次我再去柬埔寨的時候，可能我就會着重在於這個地方。那你刚剛說到的來去柬埔寨的話，推薦你去哪裡？你可以去金邊，也可以去 Angkor Wat， 這兩個地方我是很推薦。那金邊的話呢，你可以花可能一整天的時間就去看那個柬埔寨的那個博物館，去了解當地的歷史。但如果你不喜歡歷史的話，或許這個行程就不太適合你。应该不適合我了。我是因為去之前有做過一些的 research， 因為我是一個希望透過我自己的眼睛去了解那個國家的人。坦白說，我們在馬來西亞常常聽到柬埔寨這三個字，就會有很恐懼的心態，甚至身邊的朋友都會覺得，為什麼你要去呢？你不覺得很不安全嗎？你不覺得你會把自己推去一個火坑裡面嗎？但確實你們所說的那些的犯罪活動啊，確確實實發生的事情，但是又確確實實發生的東西是，我覺得柬埔寨的人還挺善良的，他也會常常對你笑啊。我看那邊的小孩子也很天真，然後也就跟我們馬來西亞人一樣，只不過他們跟我們的語言不同。還有另外一個東西是，我身為馬來西亞人去到柬埔寨，我其實挺自豪的。為什麼？當初泰國跟柬埔寨有一些的征戰嘛，然後我們馬來西亞的首相安華他就和平了這一場戰爭。這件事情對我們來說，或許有些人會覺得為什麼就是要給別人家的國家？對，我們的人民會這麼想。對，如果他們呢？柬埔寨人是怎麼看待我們馬來西亞，或者是甚至看待我們馬來西亞的這位首相嘛？他覺得我們是帶給了他們和平，所以Datuk Seri Anwar的這個舉動有帶給他們一些印象，對，很深很深的影響。為什麼我說很深很深呢？因為我應該是去到一個比較村落的地方，你看到他們住的家裡面就是那些板屋搭出來的板屋，然後很簡陋。我們有柬埔寨的朋友，然後我們用英文跟他溝通，然後他再用簡語跟他們溝通。我就說我們是來自馬來西亞的，他就說那個幫我們擺平了征戰的國家。我當時聽到的時候，我就覺得很感動，很感動。我也很自豪，我來自馬來西亞。為什麼我們一定要去別的國家？如果我們一直在我們的國家，我們只是以我們國家的角度去看一件事情。如果去別的國家的話 ，OK， 我們在不同的環境，我們看看不同的環境，他們怎麼去看一件同樣的事情。对，同一件事情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角度。你站在柬埔寨的人的角度去看馬來西亞，馬來西亞做的這個舉動，或許對我們的人民覺得，哎呀，多是我們自己國家的事情都還沒有弄好，還要給別人家的國家。但是柬埔寨人卻是帶着感恩跟感謝，當然我們也很自豪，因為馬來西亞有這個能力結束了一場戰爭。你知道結束一場戰爭代表是什麼嗎？代表是很多的性命可以避免白白的去犧牲，然後也可以穩定國家的經濟。其實我們馬來西亞、柬埔寨、泰國，很多時候我們都有很多的那個外交關係，所以他們打仗對我們馬來西亞其實沒有好處的。所以這一次去到柬埔寨的時候呢，除了聽大家所說的那個危險的柬埔寨之外，我也認識到了柬埔寨的美好，還有食物。其實我覺得柬埔寨有的食物我覺得還不錯因為可能我生活在馬來西亞，或許如果是台灣人或者是中國人去到的話，或許會有一些的不習慣。在馬來西亞的話，我們有印度餐，我們有馬來餐，我們有華人餐，然後我們也會吃泰國餐、印尼餐。柬埔寨的食物上面呢，我覺得有摻雜了泰國、越南融合起來，就比如說那個越南麵包在那邊也有，但是我不可能叫它越南麵包嘛但是它的裡面的料是不一樣的所以它的食物有一些的不一樣。那個柬埔寨麵包呢，我就有問當地的朋友，這個食物你們是當早餐呢還是怎麼樣？他們說這是他們的下午茶，It's a snack
就是他們通常會在吃了早餐之後，午餐之前吃這個麵包就是來充飢的，喝茶，然後會吃這個麵包。我覺得我會透過一個食物去了解這個國家。其實很多時候我去一個國家的時候，我會瘋狂的去他們的巴薩去吃他們的食物小吃等等，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我用最快速的方式去了解這個國家，去了解當地人。对，我覺得就是食物就是他們的 identity 來的。好像如果是印尼的話，我非常喜歡他們辣辣的那種食物，就好像 ayam penyet 之類的。我特地去班東，然後就是要 try 那邊的那些食物，所以他們的辣度絕對是適合我 OK 的。不過我去菲律賓的時候我就不 OK 了。因為我覺得有點鹹。我以為是我的錯覺，就是第一間店 OK 很鹹 OK 沒關係，我覺得第二間應該是 OK 吧，還是那麼鹹。菲律賓我覺得它的那些天然資源，天然的那些風景是蠻美的，只是在吃東西方面我還是不能去適合我的肚子。然後那邊也是蠻難找清真的食物。如果是在便利店我只可以吃面包。因為大多數的地方都是有豬肉的。是然後如果是柬埔寨也一樣。我觉得如果你去柬埔寨的話，可能在食物方面你会比較難找，因為呢在柬埔寨他們的肉類最首要的是豬肉，豬肉會比雞肉來的便宜，這是我跟馬來西亞有相差很大的分別。因為馬來西亞的豬肉比較貴，通常我如果要比較平價一點，我們都會選擇雞肉。然後我們去到那裡呢，他們說豬肉是他們日常吃的肉類，到很後面才是雞肉，因為雞肉在那邊很貴而且他們的雞跟我們馬來西亞的雞是不一樣，他們雞很有馬色的，是ayam kampung是嗎？對，這就是重點，他們的雞都是土雞，他們沒有農場雞，他們都是用最淳樸的方式去飼養那邊的雞肉，那邊的雞才會導致他們價格很貴。我第一次在柬埔寨吃雞肉的時候，我就咬不到就是很用力才能夠咬斷那個雞肉。就是這樣啊。對，所以我有一點點的不習慣，但是味道上面是 OK。然後很感謝的東西就是我沒有在那裡發生任何的瀉肚子或者是肚子不舒服，一切都很順利最怕在國外不舒服了。我最不能適應在國外的一些食物習慣，就是沒有 chili sauce。他們的 chili sauce 跟我們不一樣。對，跟我們不一樣。我跟他講我要 chili sauce， 然後他點頭的時候我抱着希望，你懂嗎？怎知道就是那些 raw 的 chili 或是他攪的那種 chili，就是我們吃那些薯條沒有 chili sauce。我明明怎麼活？对啊，而且我一些的台灣朋友或者是香港朋友，他們是馬來西亞人，然後我要去台灣嘛，我朋友就講你可以帶一點 chili sauce 給我嗎？還有那個我們的那個方便麵，就獨有馬來西亞口味的方便麵也是。應該是我沒有看過有國家是有 chili sauce 這回事，真的有那麼只有馬來西亞有吧？為什麼泰國也沒有？泰國只有泰式的那個 sauce。 对，我去過歐洲的那些國家也是沒有 chili sauce，对，他們有那個 ketchup 了。我不可能啦，我要那個一 pack 的 chili sauce， 下次自己帶去。对，下次要自己帶去啊。去那個麥當勞不是每次有送你嗎？你可以帶過去。我覺得講到這個食物上面我想講的一個東西是，其實在柬埔寨他們的食物是摻雜很多不同的東西，有華人的啦，然後有泰國人的啦，等等的咯。然後還有一個他們最讓我驚訝的東西是有一個巴魯，他們會吃一個東西叫巴魯其實是鴨蛋，然後它是孵化了大概14天左右吧。不會再吃小雞吧？對然後它是鴨，它還沒有變成小鴨之前，它可能還有一些的毛可能裡面有一些的骨很臭的就是那些臭蛋的感覺吧。对，但是因為我沒有吃，因為我不敢吃，但是我的朋友有吃，然後我看着他吃，對他們來說，對柬埔寨人來說，這是一個補品。其實如果是在我們的國家沙巴沙拉瓦那個地方也是有那個烏拉沙菇，也不是每個人都可以。什麼是烏拉沙菇？你不懂不懂。他們是生吃的，懂嗎？它是在樹上長的那個蟲來的。OK然後它的蟲是肥肥的，然後如果是你吃下去是爆漿的。因為我第一次聽
有這種東西嗎？在哪裡？沙巴還是沙拉瓦？我去過沙巴是有。OK， 我下次去沙巴吃。我不吃，我去看。现在要看你的反应，可以吗？好啊，我给你看。呀，很肥，这样子，很肥耶。所以你这个哈拉嘛？过後不哈拉了。現在不哈拉了，以前是還可以吃的。以前哈拉。對，然後他們那邊就是因為出名吃這個嘛，有一些餐廳呢，他們就把這個烏拉呢當成是好像那個披薩的料。配料啊，它是蠻脆的啦。如果是在披薩上面的那些，就蠻脆的。謝謝然後如果是比較出名的那種吃的方式呢，是生吃的。我也是有在柬埔寨看到很多的很奇怪的食物，泰國也有啦，蟑螂啊，不過那些已經goreng了哦，蝙蝠啊等等都有。我沒有啦，我不可以，我只可以吃正常的雞肉啊。我對那些食物就沒有什麼太過興趣了哈，我還是專注在那些它的煮法上面的不一樣。現在我有一些想法，就是如果我們一起去那個沙巴的時候，我很想看到你挑戰這個，那個是傳統食物來的。不要，謝謝你。他們做很多的東西，披薩那個我覺得你可以接受吧？不可以。OK， 我不可以接受會動的東西。他死了那個披薩那個，不要。我不可以接受蟲啦。OK， 好。OK， 你講你去那個柬埔寨，然後你也是安全的回來嘛？挺安全的。所以如果是有想要去柬埔寨的人，你有什麼建議？你有什麼勸告嗎？你不要一個人逛會比較好一點點，女生的話啦，我自己本身覺得。然後還有一個東西是，你不要在晚上，尤其是在金邊啦，不要在大概9點之後出門，會比較也太早了吧？對，他們在柬埔寨呢，他們很早睡覺的。他們大概7點多8點他們就睡覺了，所以他們沒有那些酒吧之類的那些娛樂。在金邊沒有，但是在 Angkor Wat 有。但是 Angkor Wat 也是只是到晚上的10點11點而已，但是我們在馬來西亞可能到3、4點啊，半夜嘛，對吧？沒有，他們就是到晚上10點11點就開始，10點多的時候你就開始看到那些的店面那些吧可能會 slow down 了就健康的生活。對，他們真的是早睡早起的。所以他們很早起床，就是我身邊的柬埔寨朋友，他們都是4點多5點就起床了。所以那時候呢，我們就住在金邊的一個比較城市的地方，然後因為他們的房租很貴，然後他們的地也很有限，所以我們在隔壁家的那個牆壁會粘得很近，所以我們發出的聲音可能隔壁家就會聽得到。所以我們在晚上8點多聊天的時候，我們會要降很小聲的聊天，對，不然的話他們會用燈那個 torchlight 來照我們。就是他就跟你講你們安靜。他會跟你講啦。對，他會告訴我們請你安靜，你很吵這樣。這個也是我去到柬埔寨才會發現到的一個東西啦。然後剛才有講到就是不要晚上出門了，因為其實挺暗的。我就是坐那個嘟嘟車啊，我那時候沒有到9點，大概7點多8點的左右已經很暗了，然後也沒有什麼店開門，你要去找一個 coffee shop 也很難，所以都要不要太夜出門哦。第二個東西就是盡量就是在一些比較 public 的 area，其實有一個 market 的，它有金邊有一個 market 很大，然後很多人會去那邊逛啊，買那些的腰豆啊等等，他們最出名的是腰豆挺好吃的，真的就是他們不是那種有 flavor 的，就很純的腰豆，總是很好吃，我買了一大包回家。然後那邊呢會比較多扒手，就因為人擠人啊，然後他們比較容易犯案嘛，所以那邊你可能要比較注意你的手提袋啊，你的比較貴重的東西。對，應該是我們去每一個國家，在旅遊景點，尤其是這些地方，對，我們都是要非常的小心我們的物品，不要讓一些扒手就趁機拿走我們的物品，尤其是就是你的 passport 啊，你的錢啊之類的這些物品，如果真的是不見很麻煩，你還要去那個大使館，然後處理很多東西，然後如果再加上語言不同的話，Oh no， 真的是很糟糕。所以就是這幾樣，那這是我
金邊吶。但是如果你在 Angkor Wat 的話，其實基本上那時候我到 Angkor Wat 的時候是晚上大概9點多。我去到酒店，然後那邊酒店旁邊還是就開着的，然後他們的英文也很好，所以相對那邊的夜生活比較多就是你可以去酒吧啊 restaurant 啊等等都很 OK， 也不太夜的夜生活。对，没有太夜，真的他们很早就睡覺然後也很早起床。如果你真的想要去探索一個國家的話，或者是你對一個國家有好奇的話，其實你真的應該去那個地方去見證一下，到底這個國家是不是你所想的那個樣子。是一些國家好像新加坡啊，好像印尼這些地方真的是有很多的資料。不過如果好像柬埔寨啊、寮國這些地方，因為也不算是好像我們第一個會想到想去旅遊的一些地方，所以大家應該是要做更多的功課，尤其是在安全方面，尤其是在交通方面，還有可能是語言方面。其中一個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東西就是柬埔寨有一個很特殊的文化。我一開始聽我朋友講的時候，因為他們英文也沒有很好我又以為我誤會了他的意思，那我就沒有去多想。然後我去 Angkor Wat 的時候就遇到一個英文很流利的導遊，他就說柬埔寨人有一個習俗，好像比如說我是男生你是女生，我跟你結婚了之後呢，我要去你的家住就是有點華人講入贅的這樣子的概念，但是他們不是入贅，就不是講好像我們孩子是跟女生的姓，不是，他們的概念是我是男生，我跟你結婚了之後，我去你家，女方的爸爸媽媽要看一下這個男生對我的女兒好不好他會有這樣子的一個習俗跟概念我就哇哦，很不一樣哎，就是有不一樣的 perspective 啦。對，你看，其實你去到另外一個國家，你就會發現，有另外一個世界。對，我在馬來西亞，我們講你一定是能力不好，所以你入贅去你的老婆的家。其實，在那邊又不是這一回事對啊，有時就是那個東西沒有對錯，只是我們要怎樣去看那個事情。對，所以其實。我覺得旅行最美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可以開闊我的視野，讓我整個人變得更開明，因為你會通過哇，原來這個國家這樣的原來這個事情可以這樣子想的。我覺得在東盟的國家會有很多的那些文化的差別，對，然後也是會有很多的那些節日啊、節慶啊，好像潑水節啊之類的。柬埔寨也有潑水節是啊，對，所以我覺得可以看看這些節日，如果你們就是要看一些人家的文化，看看不一樣的世界。对啊，希望我們去不同的旅程能夠帶給大家很多不一樣的分享，也可以啟發你一些事情吧。那今天我們就聊到這裡啦，我是眼力仙金，我是拉斯達妹妹，我們再見，拜拜。